欢迎看关键时刻。为了黄仁勋昨天在台湾演讲，他在最后面的时候，他特别感谢了一个台湾，而且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在未来的 AI 世界里面，台湾是重要的支柱。台湾帮助我们实现了一个愿景，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无数的伙伴支持着我们。从加速运算、电脑绘图、科学研究到人工智慧的高峰，每一个晶片、每一台电脑，都描写着你们辛勤工作和追求完美的故事。台湾是无名的英雄，却是世界的支柱。好，他特别强调。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台湾真的这么重要吗？我们竟然是世界的支柱，而且你刚刚谈到是未来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就是因为中美大对抗。在中美大对抗的时候，他现在把所有的供应链，把所有有可能生产 AI 的都要跟中国楚河汉界，要跟中国残博高最博牢。这个时刻大量进到台湾，也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办法。刚刚讲到，如果没有台湾的供应链，辉达也就是黄仁勋他所有的想法，他所有的理念，那都是空中楼阁，那都是梦想。今天有了台湾的供应链，有了台湾的工厂，这些的想法，这些的梦想，它才有可能落实。而这个中美大对抗有多么样的残忍，多么样的无情呢？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是黄仁勋未来他的所谓的数位人类的整个传播的区域里面，在整个传播区域里面，以黄仁勋就代表，如果未来的 AI 世界的话，这太可怕了。未来有些地方是黑区，对，俄罗斯是黑区，中国是黑区，伊朗是黑区，非洲是黑区，也就是这些地方被排除在外。而这个排除在外之外，现在只剩下台湾有办法帮黄仁勋来生产这些设备了。没错，像这些技术来说，或是未来你能够怎么黄仁勋能把数位人类送到哪里来说话，不是黄仁勋决定，是由美国政府决定。所以说到底来说，这是美国政府在决定未来的技术的发展。我要给你的话，你看这些绿色区域就是我可以给你的，这些所谓没有绿色区域，中国、俄罗斯啦，然后这个伊朗啦、叙利亚啦，还有北韩啦，这些我绝对不会给你。那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已经把他跟数位人类完全切开来了。对，这是黄仁勋的 PowerPoint， 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 PowerPoint？ 宝姐，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黄仁勋昨天有讲到一点，他说未来的 AI 是什么？是新的工业革命。宝姐，我问你，如果假设回到当初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有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会不会不想让别人知道？当然呢。所以现在美国就是在干这个事。你是我的伙伴，我工业革命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你不是我的伙伴的时候，你想门都没有，我绝对不会给你。我要拉开跟你的技术差距。所以你看，其实美国封锁中国最多的就是 AI 技术，它几乎是把它所有 AI 技术工具什么能封了就封了。所以你就知道美国是这样。你看黄仁勋之前他说过一个，他说呢，黄仁勋呢，他说他自己他也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那因为英伟达就这个 NVIDIA 几乎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例子，原因在于说公司创造一种非常重要的 AI 工具。他说 AI 就是这个时代的界定技术，所以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在他认为应该限制的国家。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美国不给你，你就是没有。AI 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对，它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数位智慧，对，控制你的主权 AI。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他认为在它可以限制的国家，美国有这个权利，而且他已经行使了这个权利。对，因为辉达是美国公司，所以他必须要接受美国的管制。所以简单来说，其实辉达这张图就告诉你，美国政府就是不让你中国发展 AI， 很简单，就是这个样子。那好，这个图来说，我们来对比很多图，你可以看到，都很类似。宝爷，这张图是什么？这什么图？这张图是星链计划，就是伊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的图。哈，这里面来说，蓝色还有我们台湾事实上是比较深的蓝色，比较浅的蓝色是说它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用的，比较深的蓝色就是未来我会让你用，但是现在你可能还没开通。但是你可以看到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叙利亚还是没有。所以就说，事实上跟它的数位人类一模一样。所以你把它套叠在一起来说，美国科技要封锁的国家很简单，就是除了邪恶轴心的4个国家之外，你反正还有古巴也是。然后你跟我这个技术不往来的，或者说你跟我这个，我认为你不应该拥有这些技术，我会毫不迟疑的把你砍掉。所以我现在在 AI 上面，我要封锁你俄罗斯，封锁你中国，封锁你北韩，封锁你伊朗，封锁你叙利亚。
Starlink 也是这个样子，而且他讲的一个非常重要，黄仁勋讲，他不是讲说美国有这种决定这个权利，而且他已经行使这个权利了。他说他会限制我们在某些地方的机会，但他也在另外的地方打开了机会，对，代表什么？他现在美国已经完全限制中国在 AI 的机会，他打开什么机会？打开台湾的 AI 机会了。没错，这就是重点。因为中国不可能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发展的时候，宝姐，过去的世界工厂在中国，中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工厂？因为台商帮他，台商跟中国跟美国的技术进去帮他了嘛，对。现在美国决定技术单大概传播高、最波老之后，台商会怎么走？当然就离开嘛。离开之后呢，美国就可以把这些订单灌注给台商。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台商大举的回来？还有另外一个，你看这几天的时候，你看黄仁勋不是来台湾吗？为什么他要巩固台湾所有的订单、所有的人嘛？那另外这个苏志峰也来，他也是要抢嘛。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Intel 的基辛格，他也要来啊，他明天要发表演讲啊。可是你知道基辛格曾经说过什么话？他曾经说台湾不是一个稳定的地方，那白宫不要投资台积电，然后刘德英说不值得回应。这是2021年12月3号讲的。对，结果他今天说什么了？来了，他这次来，而且他这次来要干什么？宝剑知道吗？他要跟台积电洽谈3奈米，我准备要大幅下单给台积电。所以而且今天晚上他还要跟他11个供应商晚餐。我觉得最惊讶是，我们小时候有什么 Intel Inside， 就是那是一个最高规格，那是泰山北斗。可是你看他这次来台湾，他不但是基辛格来台湾，你就看到了 Intel 在台湾的公司，他 PO 了很多的影片，他把台湾捧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Intel 会这么看重台湾。对，市场你从3家公司 NVIDIA 这个 AMD 还有 Intel， 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你看他要来台湾搬救兵了。那事实上不是只有这样，连高通的老板都来了，然后恩智浦的老板也来，安谋的这个高管都来。所以告诉你，全世界真的这一次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美国绝对打死都不会给这些技术的时候，台湾绝对就是面临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世忠，你刚刚讲的用工业革命来形容，对，工业革命刚刚讲，你就是等于说是高速运算的这个高速运算加上机器人，对，然后呢，你等于说它会有什么自我学习，对。现在他昨天就举了一个例子，台积电的例子，对，就完全证明说你这种高速运算、这种自我学习，然后呢，这开始纠正错误，对，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良性循环。如果你没有进到这个圈子里的话，你就会完全被甩开。而你从昨天黄仁勋讲到台积电的例子，你才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台积电在这么几年来这么快速的把 Intel、把三星甩在后面？对，没错。我们刚才说，黄仁勋说是工业革命，你说会不会太夸张？我就跟你讲，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什么？因为黄仁勋有用到他们有一个CUDA平台，就是让你这个运用到你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说话，那你可以产生一个好的循环。他特别讲到台积电，为什么特别讲台积电用那 NVIDIA 对，他用他的这个科技进来之后呢，打造。我们不是说吗？台积电用所谓数位孪生的这个技术，什么数位孪生的技术呢？我在我的生产线的旁边呢，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生产线，然后我在生产的过程里面来说，它的一些数据进到数位孪生系统，数位孪生系统会学习之后，它会产生新的数据，两个互相学习之后，让它的良率越来越提升。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几年前的时候，台积电跟三星还有跟 Intel 其实技术不相上下，差不多，良率也差不多。可你有没有发现到说，这3-5年来，突然差了很多？而且台积电现在3奈米、2奈米，它良率都很高啊。你看，以台积电来说，它的3奈米良率居然可以到了80%以上。宝剑知道，现在三星良率还是20%啊，差这么多，所以呢，它永远追不上来啊。你看台积电从过去1年获利大概是5-6千亿，现在跳到1兆。为什么跳到1兆？因为它几乎通吃了所有的技术。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产生一个好的循环嘛。我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时候呢，辉达会下单给我，对，或者苹果会下单给我。那我的技术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先进，形成一个好的循环嘛。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好的循环，你三星现在今年他才想到说，你会不会是这个技术？他现在也要导入这个技术来，库里走了平台，也要用数位孪生计划。问题是台积电已经玩了好几年，所以这就是魏哲家之前抱怨 NVIDIA 的，对，我卖给你晶片。结果你就会卖给我的 NVIDIA 的这个所谓的 GPU， 对，结果你的 GPU 再增加20倍，对，你一片卖我20万美金，但是现在台积电就是用 NVIDIA 这个20万美金的这个晶片，这个 GPU， 我再去容错，我再去修正，我再去改变了以后，
你要的东西，我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对，达到你的要求以后，我就做到了。我不敢从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一直做下去。对，结果你 NVIDIA 又把最新的东西又卖给台积电，就形成一个好的循环嘛。因为你的技术越来越领先了，苹果也会下单给你啊。那下单给你说，我有东西买更多的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回来容错啊，回来修正，会越来越强。所以你看，现在我跟大家讲啊，从这一阵子你看得出来，三星跟 Intel 根本就无力挑战台积电，他们没有进来这个系统，因为他们没有进来这个新的工业革命的这个宇宙里面，所以现在三星今年才要开始，目前为止 Intel 都还没开始。所以那为什么 Intel 这一次又要把它3奈米宝剑，他下的这个单是什么意思啊？他下单3奈米是他最核心的 CPU 的心脏，他过去从来没有下单给外面，他这次也要下单给台积电。所以你就可见有这个工业革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这个工业革命当然很惨，那我们就不用讲嘛。目前为止还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华为中国嘛。华为今天说什么啊？我们中国是肯定得不到3奈米的，肯定得不到5奈米的，我们能够用7奈米解决就非常好。那目前7奈米的良率呢，大概是40%到50%啊。花这么多钱做那么不好的东西，你看台积电可以越做越好，而且成本越来越低，而且良率越来越高。你就知道这两个。我们讲，我们现在才刚开始经历这个工业革命的开始。我跟你讲，这3-5年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倍数会拉到多大的一个差距。而且刚刚讲的，现在连苏志峰，因为现在讲的，最有可能就威胁到 NVIDIA， 有可能就是 AMD。对，这次我跟他讲，苏志峰这次等于说马不停蹄的风尘仆仆跑台湾，他刚下飞机直接就冲到南港展览馆，马上就是他今天早上要演讲的地方，他在里面待了1个半钟头，他才回到他的饭店休息。可见得他多么样的在意，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时间多么的宝贵。可是就算他的时间这么宝贵，他还是留在台湾，他干嘛？我要去台南，我要去高雄，我要去看场地，因为我要在台湾投资，我要跟台湾的连结更深刻。而且这次苏志峰来台湾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他说：“你跟台积电的关系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最近韩国媒体的一个传言，就说啊，苏志峰准备把单下到三星去，3奈米要给他。结果没想到今天苏妈说什么？我们跟台积电的关系非常坚固，也就是说他这次并没有他说他不会，并没有下单给这个三星的打算，而且他说我们还会继续跟台积电合作3奈米，很多产品都在进行之中。他说这个台积电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一定会要用。所以你看，可见我刚才就讲那个好的工业革命的循环里面，台积电在这里面 ，AMD 也知道啊。我用你的良率可以80%，但用你三星的良率20%，所以目前为止来说，这就是好的循环。那除了这个之外，它还要大举投资。所以过去可能台湾是一个全世界科技的边陲地带，现在医药变成是全世界科技的重镇跟 AI 的这个中心。不是，我们看到这次黄仁勋到了台湾，去谁啊？去吃小吃，可以说这个都不是重点。他这重点干嘛？在吃饭、逛夜市之外，他在做一个布局。我的工厂在哪里？我要跟我的供应链要保持更密切的关系。那你讲的只有黄仁勋吗？没有，苏志峰这次来了也讲说他要投资50亿，投资50亿到底现在在台南、在高雄，看起来他这2天要留在台湾，他要去看场地。所以刚刚讲到，他们已经不是说，以前我是高高在上，我是业主，那我来跟你买产品。我现在要跟你保干净，我要把你牢牢抓住，而且更可怕的是，我甚至都要做一个决定，因为我的工厂可能要设在台湾，我的工厂要设到台湾，我才可以在最快的时间拿到东西。对 AI 的革命、工业革命可能就在台湾。昨天秀出那张图，就告诉大家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有引发 AI 革命的，其实制造跟落地实验的都在台湾，而且这些实验都规定，其实落地的点都应该要在台湾设厂。其实鸿海集团是这一次很重要合作伙伴。鸿海都讲得很清楚，美国方面要求的是什么？你的东西都不准在中国做，请移到海外。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讲这些高速运算，包括脉轮啊，包括 Backware 什么这些高速运算、加速运算的所有的晶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台湾是 AI 工业革命的核心。所以黄仁勋秀那张图，不止他看到了，其实连 AMD 也看到。所以苏志峰今天来演讲，还要投资台湾 ，Google 也要投资台湾。接下来 Intel 只能在台湾做。对，因为重点是必须大家要抢到台湾的机会，而且把台湾供应链紧紧握在手上，才能够实验更多 AI 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很多的客户都要求在台湾设厂，因为最新的工业革命，AI 工业革命落地都要在台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2024年，你感觉到台湾现在 AI 革命里面，我们开花结果。可你说关键时刻在哪里？关键时刻是2019年。2019年，当川普跟美国跟中国在大打贸易战、大打一个霸权战争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动作了。刚才讲的
卢松青当时什么时候，宏腾的董事长什么时候接到讯息说美国客户讲的，你的东西都不准在中国做，你给我移到海外做？什么时候跟他讲的？黄仁勋感觉到说，美国有办法 ，AI 是界定的技术，美国它可以认为限制在哪些国家。原来从2019年开始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中美大对抗，从2019年中美大对抗才把很多东西移到台湾，台湾才产生了这些 AI 聚落。对，你看2019年为什么人保现在很后悔说我没有跟上这一波？为什么没跟上？是2019年人家伺服器双雄广达跟英业达是800里加急，要经济部协助，我要赶快回台湾设厂，赶快给我解决土地的问题，所以经济部赶快协助林百里，看林百里在这里，张忠谋在这里，还有后来刘扬远坐在旁边，都是那时候2019年800里加急。叫经济部赶快协助我落地要台湾。其实台达电也是那时候租中立的土地、南科土地、中科土地，都那时候大家蜂拥回台湾，没有跟上人，对不起，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这饭局的一员。所以说黄仁勋当天请大家吃饭，大家吃饭的关键是2019年那一波大举回台的人。所以看到 AI 有这么多厉害的演变，机器人可以生产机器人，其实很多都是那时候开始做了，包括昨天他秀了巨大的自行车，巨大自行车是用机器手背去做的。2019年也是那个时候来在台湾，而且全世界唯一自行车的智慧生产线在大甲，所以一家默默无名的广运今天就涨停板，为什么？就是他做了，他其实只是做捷运自动门跟台大自动图书馆的，可是那时候就开始在协助巨大做全世界对第一个 AI 工业革命的智慧生产线，原来是他做了。所以一切都，所以大国战争的布局布了这么久，对，所以台湾找到一个好机会，所以每个城市现在都要做什么？现在要抢台湾供应链以及世界供应链。所以像高雄这一次就很厉害的，一所大学是唯一昨天出现在背板里面的高雄的大学啊，他什么事做了？2020年，你不会觉得很有趣吗？也是在2019年之后，他开始跟谁合作？跟 NVIDIA 合作，而且那时候他就瞄准一件事情。它是半导体的发展重镇，高雄那时候开始在拉什么？拉台积电到高雄投资，才会成为现在 NVIDIA 跟 AMD 都想去高雄投资的原因之一。所以你说你现在眼光要看得准，看到这个大风的时候，谁能够争取到了这个 AMD， 谁能够争取到 NVIDIA， 它才是赢家。所以为什么现在苏姿丰要去高雄看，包括黄仁勋也要去高雄看？其实你回头去看，原来高雄客户或每个城市都做了这么大准备。现在有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2010年高雄的洲际码头。你看那时候都是海，竟然画这个图，你现在看起来，这个画这个图是在干嘛？怎么海上面这个？他那时候大填海，要大填海什么？把亚湾区所有的石化除草跟高雄的石化工厂搬到哪里？搬到亚湾区，所以就是填海这个化虚格的地方。那搬了之后，才可以告诉什么？把中油的武清这些工厂搬到亚湾区这边去。对，所以才可以打造台积电的供应链，把台积电拉到这个地方去啊。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高雄的布局是从2011年就开始了。2011年开始之后，这不就开始搞这个洲际码头，开始把这些做移转，都是要等着大风来临。对，那时候大家没有想过，为什么高雄凭什么在2019年开始争取台积电落地在高雄，到2021年宣布，因为他把这边都填好了，填好之后，他开始做什么？大发工业区，这里有大金空调要做它的清佛酸，日本的德山到林园工业区，所以这叫什么 S 型科技走廊？整个高雄半导体供应链才会完整，它才有办法把什么台积电拉过去。台积电拉过去之后 ，AMD 跟 Intel 跟 NVIDIA 就会过去了，就会过去。我们来看亚湾区这张图，亚湾区这张图看到这两个合照，你可以知道陈其迈或高雄市政府用多大用心。这是台塑的发家的工厂。2008年王永庆过世，你说这个后面这个矮房子是台塑在高雄发家的工厂，从民国43年就开始生产了，是王永庆发财的地方，风水非常好，所以台塑都一直舍不得关掉。什么时候关掉了？是2014年，王永庆过世6年后才关掉了。关掉是用什么理由说服他？我要把它做成王永庆跟王永在的纪念公园。可是这是什么地方？就是 NVIDIA 未来要投资研发中心的亚湾区，有600公顷的土地。再来，人保也觉得，我未来3年半要加紧努力，你要学800里加里回来盖厂。
所以整个所以说任宝卓这2天才发现他们太晚了，悟性不够高，所以现在要怎么找了美国人当总经理，要全面。因为黄仁勋在请电子五哥里面，只有任宝没有在这里面，请任宝没有在这里面，就觉得你们跟中国的关系太紧密了吗？对，大家觉得你过去3年半其实没有追上同业，比不上广达跟业达啊。最大的差别是，人家当年有回来设厂，你3年半努力不够嘛，所以找了一个纯血戴尔电脑的美国总经理 Peter 来当总经理是美国人，总经理是个纯血美国人，证明一件事情，以后要把世界供应链全部拉到台湾，台湾才会成为发展的重心。对，昨天黄仁勋的这张图也太狠了吧！这个未来的世界会一分为二吗？真的冷战在开始了吗？而这个冷战刚刚讲的，北美当然从加拿大到美国到这个墨西哥，我们看到包括了澳洲，包括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东南亚，包括了整个欧洲。可是你看非洲、俄罗斯、中国，包括伊朗，包括叙利亚，全部都排除在 AI 世界之外了。这个就是美国所谓的供应链的概念哈。你知道之前不是台积电要请一个博士吗？政治学博士，为什么要搞？他知道台积电是地缘政治的核心嘛。AI 黄仁勋他们也自己知道，自己本身就处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核心，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其实不要说它是什么这个晶片啊，或是 AI 供应链的图，它根本彻彻底底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地缘政治的一张图。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这背后来讲都有美国政府的指使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我们这回过头来看了，其实这几天不是在新加坡召开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吗？奥斯汀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其实讲了一件事情哦，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中东也好，或是东欧也好，现在正在发生战争，对不对？但是它都历史上的战争。现在美国全心全意都是要放重心在印太、在亚太这个地方，因为这才是美国的优先战场。为什么叫优先战场？因为这个地方我要保护嘛，我要保护就确保战争不会发生。所以你看到台湾这个地方，大家说，中共他是不是2027可能会侵犯台湾？今天这个董军就是中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也一再强调，什么台湾不是中国这个所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它的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啊。问题是，人家美国是把所有的资产放在台湾，现在所有台湾的供应链，这算不算美国资产？算。如果算美国资产的话，你打了美国资产会怎么样？美国跟你拼到底啊！所以为什么会有川普讲那个话，说如果你既然打台湾的话，我就打你北京，我说上海会不会打，成都会不会打，一定一起打。所以什么意思呢？我跟你你死我活的概念，我跟你拼到底的概念。所以其实奥斯汀他要讲一件事情哦，中国有鸡跳脚什么东西，他就。奥斯汀提出的叫新聚合的概念哦，不要忘了什么叫新聚合概念，就是亚洲版的北约啦，已经成型了。要保护谁？当然就保护台湾了。所以你看到为什么重兵摆在菲律宾的那个巴丹群岛，重兵摆在这个日本的与那国岛，这在干什么？都是在保护台湾。所以你看到黄仁勋来告诉全世界说，资产都在台湾。现在奥斯汀告诉全世界说，我就是要防卫台湾。所以拜登为什么讲了5次说他会出兵台湾？因为黄仁勋扎扎实实也告诉拜登政府说，你给我10年到20年的时间，我也搞不出一个类似像台积电这种东西来。所以大家还是必须要靠台积电。所以，但是我们在讲天助自助啦。我们因为有一个台积电也那么厉害的情况之下，所以全世界有求于台湾，台湾就变成一个核心区了。好，瑞德。现在传出一个消息是，美军为了台湾，居然说是备战五角大厦弄了一个秘密小组，加速武器的援助。我心想，真的还假的？你说，最近在我们不知道的状况下，很多的武器、很多的炮弹、很多的东西都已经送到了台湾，送到了冲绳，送到了菲律宾了。那么最近呢，有关于美军运给台湾的相关的武器，你有在媒体上面听说吗？没有啊，没有。但是有没有运来？当然有运来，有运来。因为我们跟美国所购买的相关的武器，不是因为乌克兰战争所以延宕嘛？对。所以呢，延宕了以后呢，那么美国他们包括国会啦，包括那个美国这个国防部呢，成立了相关的小组呢，那么要加强把这些源源不断的武器运来台湾。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断的叫喊，不是说要让台湾粉身碎骨吗？他们的国防部长嘛。所以呢，再加上1年有10亿，相当于300亿的扣打，这些扣打是送给台湾的。这些武器是送给台湾的，弹药是送给台湾的，飞弹是送给台湾的。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跟美国买的500枚的相关的刺针飞弹呢，这个单兵作战刺针飞弹呢，收到乌克兰战场，那么因为这样子跟他购买的刺针飞弹延宕。但宝杰，你知道我们购买的刺针飞弹延宕，但是美军已经把一些刺针飞弹送到了台湾，而不算在我们跟他购买的500枚的这个单兵刺针飞弹里面。为什么？因为那些算美国政府送的。
送的这些库存相关的刺针飞弹、标枪飞弹呢，那么先送来，直接送来台湾，援引这个所谓的专门的那个小组呢，援引，那么美军用军援免费军援台湾的这个法案，就把这些源源不断的运来。他运来台湾的是运来什么？运来这些包括刺针的防空飞弹、短程反光飞弹，还有标枪短程的反装甲飞弹，还有这些所谓台湾最需要的155榴弹炮。155榴弹炮呢，然后当然预售，那不断来。因为大家不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好像名目大家看得很没有报道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断的这样子运过来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多。那么他没有把精密的或者是先进的这些飞弹呢运到台湾来，你知道他运到哪里去吗？运到哪里去？运到菲律宾去。这些精密的飞弹呢，事实上美军正在悄悄的进行一个计划。我们常讲滨海作战团呐，我问你啊，滨海作战团不是区几千个人而已，他怎么去对抗中国？他需要的是什么？美军在南海没有基地，但是现在美军在菲律宾11个基地，然后呢，台湾他当然是保护台湾嘛，所以源源不断把这些库存也往台湾这个地方一直送。难道他不知道台湾最需要的不是这些所谓的登陆了以后才要用的这个相关的武器吗？但他为什么一直送？各位，如果万一有那么一天，真的有那么一天，美军需要跟中共开火的时候，请问他的弹药库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前缘，不是在台湾第一岛链的台湾，就是在菲律宾嘛。因为日本不用讲了，这第一岛链整个沿下来，全部都是美军的相关的这个弹药库嘛，这只是不能说的秘密这样而已嘛。像菲律宾的部分呢，它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基地的部分，空军基地、海军基地，不断的把弹药库呢一直扩张，然后呢把这些飞弹一直往这个地方送。因为很简单，你看。美国卖给日本的战斧巡弋飞弹，不就是用日本的手势上就把美国的战斧巡弋弹立在了对准中国的前沿第一岛链嘛？对，这就是美军的概念。还有最近不是传出我们要花100多亿，那么把我们的 C-130升级嘛？有没有发现？要把老母鸡升级？对 ，C-130是全世界最好用。很多人不知道，它发明已经快60-70年了，到现在连美军都还在用。那么台湾呢？我们从头到尾呢购买了20几架，之前购买了这一批12架的这个 C-130呢，它那个年代没有精准导引的 GPS 这些系统，所以呢是把这些数位相关的这个仪表啦，跟这些全部都加强之外，宝杰，你知道我们跟美国买了什么武器？买什么？买了海马斯火箭弹。但你知道海马斯火箭弹用什么来运？C-130啊。对啊，海马斯火箭弹就是用 C-130来运。所以呢，除了那所谓的，不然我问你嘛，我们台湾会反攻大陆，空降伞兵到这个等于说前线去吗？那可能性很低呀。虽然我们特战部队都在训练跳伞，但问题是我请教一下，我们可能反攻大陆吗？那可能性很低。可是我们要维持20架 C-130里面的都变成数位了。对，我们要维持。我们目前为止有19架的这个C-130是传统的典型的 C-130运输机，另外有一架就是所谓的这个天干号嘛，天干号就是电战机就对了哦。那为什么要维持这么大的量？事实上，我们的单如果是要保卫或是要反那个离岛的这个等于要反登陆的话，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啊。也就是说 ，C-130在某种程度上面加装了火箭炮了以后呢，20公里、40公里了以后，还有甚至于包括我们常讲的一些飞弹呢，简单的些飞弹呢，可以装在 C-130里面。最有名的是它的机枪，马上有点像变成比较大版的这个 AT-10攻击机嘛。所以呢，那么在另外一个部分，连我们买的那么多套的相关的海马斯火箭弹，如果要在短期之内立刻进行移防的话呢 ，C-130就是最好的移防的运输工具。好，宇轩，另外刚才讲的。现在黄仁勋把这个图弄出来，它的标题是将延迟数位人类处理传送的地方是100个区域里面，刚刚讲没有中国，没有俄罗斯，没有非洲，连没有伊朗这些敌对的国家邪恶中心都不在里面。那大家好奇啊，什么叫做数位人类呢？宝来刚刚大家讲说，数位人类跟一般人类最大的差别，就是人类呢，它有所谓的肉体的反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他可能学习是不是都要重新再来一次？我学我的，你学你的。但对比这种所谓的数位人类，就是我们讲的 AI 来讲，它完全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宝来哥过去为什么我们机器人一直有一个障碍跟没办法突破的重点，你知道在哪里吗？在哪里？因为我们是通过 CPU 嘛。那 CPU 是不是它等于说我们人抓了一个傀儡，这个机器人我们要大量的去运算，说手要怎么动，
小要怎么动，要怎么讲话，我们都要把它编转好程式嘛，才有办法让它运作嘛。但黄仁勋为什么他讲说这是所谓的全新一次的工业革命？他透过所谓的 GPU， 各位这些机器人它可以自主的生成跟学习，只要帮他做到一件事情，把灵魂给打进去就好了。你知道怎么把灵魂打进去吗？物理法则。我们是把我们的物理法则，把我们的原理，比如说光它是怎么跑的，这些数学运算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输入进去之后，你知道这些机器人会干嘛吗？会干嘛？自我学习。所以你看到他们就开始。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不是真的人，我现在看到的数位的人，而且这个数位的人，他透过光影，他会跟真实非常类似。还有，他不但是你的影像会跟越来越接近真实，更可怕的是，他的作为也会修正。对，没有错。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不是整个物理崩塌的状况？它等于是什么？好，比如说我输入它的材料是石材。石材之后呢，它等于说，如果它遇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撞击，比如说我们要去模拟天气的气候，比如说有龙卷风，而这个是什么光影，甚至是这什么汽车它的一个流线型，甚至是船舶它在运行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它在运作的时候，甚至是我们的撞球它在掉到地上的时候，通通这些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叫做物理法则。但是物理法则对于 AI 来讲，它没有办法马上体会说，好，那我呈现出来的样貌得要长什么样子。所以你知道这时候它会做一个最厉害的什么吗？什么东西？学习。因为 GPU 最厉害是什么？我一个人办不到的事情，我有100个大脑，我有200个大脑，500个大脑同时共通。所以各位你看到，比如说人类是不是有打鼓？但各位你不要觉得打鼓没什么大不了。打鼓你知道难在哪里吗？因为包括它的手腕，包括它的肌肉，包括它的线条，甚至包括鼓它的运作都非常的精细，而它可以透过观察人类影片的方式，然后你看右边那个就是所谓的 AI， 而且宝德哥你知道他可以学那个人打鼓，对，而且他把他的重量都学来了，对，宝德哥最重要的是他还会穿针，对，他穿针引线这是在哪里？他不是只是学表面而已，他是等于说看到人这样做的时候，他去计算好。所以这个针重量是多少，而这个人他的力道是多少，而透过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多少？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因为甚至是他透过 AI， 他的脑海里，各位，因为总不可能做一个机器人让他去跌跌坑坑碰碰吧？不是，他在脑海里想象，在脑海里学习，等于他做梦就可以学习。你知道他们打造了一个什么吗？AI 的机器人 ，NVIDIA 机器人，各位就是这个健身房。你看啊，这些机器人它有些走路呢不太稳定，有些人在爬楼梯的时候坑坑碰碰，甚至有些人会跌倒。但为什么你说他要去做这个？各位，他不是做一个影片啊，他等于是说把这些物理参数、常数输入到这些 AI 的整个大脑的运算里面之后，它让它不断的大量去收看影片。所以你会不会听到 NVIDIA 很常的讲一件事情？我们要大量让这些机器人看影片、看影片、看影片。为什么？看完影片之后，他就会开始在脑内模拟，模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这个所谓健身房的画面。而我们透过这些训练之后，你说宇轩，可是问题是机器人它可以干嘛？很多事。第一个，是不是可以做包括室内设计，包括做所谓的医疗团队的顾问？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医疗产业里面，他是不是看到真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理师，他如何去操作精密的手段，甚至现在看到了汽车的自动驾驶跟导航。现在各位你可能不知道，很多汽车它都有所谓的自动停车。那有些人说不是啊，他从来没停过车，他怎么知道怎么自动停车？当然是透过大量的影片跟训练，以及人为的操作，让他做一个模仿对象，所以他学会了如何去停车嘛。而且不只是如此，现在更进一步的要直接把它用到什么？取之于材，用之于财，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跟半导体产业拿了大量的晶片制作成我们的大脑？宝哥，你知道他现在要干嘛吗？反过头来成为半导体产业的制造推手。所以现在呢，包括有一款最新的机器人叫做 TS30S， 它做什么？它就是说我设计来就是要否半导体产业使用。第一个，他说，哎呀，就是各位你看啊，那个整个机器手臂哦，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但其实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的负重至少可以高达多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NLML， 这是它的 mark， 可以30公斤，所以代表说它承重多重的重量。宝哥，你知道30公斤是什么概念吗？跟一般正常我们讲男性、女性。他手所可以承负的重量是一样的嘛？是哦，所以他在拟人嘛，他也不用太重嘛，就我跟你一样重就好了。所以你看到，比如说搬一个箱子，你知道他厉害在哪里吗？他会先看辨别说，扫描之后，哦，我这个箱子，比如说它的几层几叠，它的规格，它的模式是怎么样？那我要从由上到下开始怎么样搬运？开始1、2、3、4、5、6、7、8、9、10，这个做法是什么？跟我们一般人看到箱子的做法一样啊。我们一定是不是从最上面开始搬，然后拉到生产线，然后一个一个逐一的去做？它进一步的可以到什么程度？它可以精密到什么程度？它可以精密到比如说我可以视察轮胎上面是不是 PE 膜有包裹住，因为这个以前是传统筛糊被走的嘛，筛糊跨的筛说这个车轮框这个还没有包，这个有包。它等于说用过这种机器手臂就可以直接看得出来而且不止这样，它还可以做什么很细节的。你不要以为它只是力气很大而已。比如说半导体，它是不是有导线？
导线有时候各位就像你看到，它有些会编转的这个成功，有些编转失败嘛。结果它只要扫描器扫过一眼之后，它通通都知道，甚至包括我们讲的金属废料，包括抛光海绵，有没有听到？这些都是在制作半导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成分跟要素。所以等同是未来透过这些机器 AI 的手臂，可以节省掉半导体人力，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制造出更精密的半导体，而再制造出更精密的 AI。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